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明说。这期话题呢，我们说一说美国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威胁中国。其实中国压制菲律宾根本无需动用海军。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最近再次访问了美国，除了得到了美国赠送的几艘美国海岸警卫队退役的海警船之外，美国国务院还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，称如果中国在包括中国南海在内的太平洋地区对菲律宾武装部队、公共船只或者是飞机，包括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或飞机发动武装袭击，美国将根据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第4条做出的共同防御承诺采取行动。这句话就是说，菲律宾的船只可以在南海非法侵入中国的专属经济区，中国不得反抗，反抗就要受到美国的共同防御。无独有偶，美国海军学院网站在5月2号发表了美国海军学者写的论文，称只要有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友的帮助，南海周边国家就能抵抗中国在灰色地带的进攻。这里所谓的灰色地带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几年前提出的一个概念，指的是处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行动空间，包括将现状改变到战争阈值以下的强制性的行动。兰德公司尤其指出了所谓中国在南海制造的灰色地带有3种情况组成。第一个是制造既成事实，比如中国在南海大规模的造岛行动已经永久地改变了现状，竞争对手们已经无法扭转局势，除非他们摧毁或占领这些岛屿，这意味着与中国爆发全面的武装冲突。第二是模糊性的威慑，是一系列低于战争阈值的行动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行动会削弱竞争对手的地位。比如中国通过了新的国内海事法，加强了在南海的海事管理。2021年1月颁布的海岸警卫队法就是一个例子。第三个是美国老生常谈的所谓海上民兵的活动，美国称这些海上民兵以在有争议的水域或公海聚集、撞击或击沉外国船只而闻名。那怎么破解中国在南海的优势呢？美国认为一切的大前提是美国或其他西方盟友的帮助。因为菲律宾、越南、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实力太弱了，美国非常失望。中国海军仅南海舰队的实力就能碾压他们全部海军的总和，甚至还绰绰有余。他们的海军舰艇的数量就是翻也比不上南海舰队。更让美国失望的是，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还高度依赖于对中国的贸易。中国和东盟国家互为第1大贸易伙伴，使得这些国家对在南海对抗中国毫无兴趣，或者是投鼠忌器。所以这篇论文提出了2点能使这些国家共同对抗中国的建议。一是增强这些国家的海权意识，怎么增强作者没说，但无非就是用西方控制的媒体大加炒作吧，抹黑中国吧，不断的在背后拱火吧，让这些国家有勇气挑衅中国。第二就是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支援，包括直接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退役的巡逻舰赠送给这些国家。日本和韩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，同时还向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和越南提供了扫描鹰无人机，让他们更有效地监视海上的情况。面对美国的险恶居心和咄咄逼人，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？从目前看我们完全不必动用海军，仅靠我们的海警力量就足够碾压南海周边国家。就算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亲自来了，我们的实力也足够碾压。有些网友们大概还不知道我们的海警力量有多强。根据美国的统计，在2018年底，中国海警共有大小约164艘巡逻舰，而在前2年海军又一次性的把20艘056轻型护卫舰转交给海警部队。目前我国的海警的大中型海警船已经超过了200艘。相比之下，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主力是9艘4500吨级的传奇式海警船，和正在建造的11艘排水量3700吨左右的遗产级海警船，还有几艘破冰船，其余都是一些小船，不大可能派到南海和中国对抗。中国海警只需要使用碰撞手段和发射水炮，就能够驱逐南海的外国海警船，根本不需要使用枪炮。中国海警在钓鱼岛附近用这种办法驱逐日本海警船已经超过10年，非常有效。在南海也经常这样对付越南的海警船，同样十分有效。如果美国派传奇级巡逻舰来了，那我们就派6000至12000吨的海警船的陪同。如果美方调破冰船来，
那我们2万吨级的雪龙号破冰船也可以到南海去转一转。我们绝不开第一枪，就这么耗着，看谁能耗过谁。反正南海就在我们的家门口，我们维护南海主权的决心是绝对不可动摇的。